周杰今年30岁了，他在一家大公司做办公室职员，每天的工作都很忙，生活却很无聊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旧机器，每天只知道工作和睡觉。他想要改变这种没有意思的状态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他在路边的广告牌上看到了一张色彩丰富的海报，上面写着成人油画班。也许我可以试一试，周杰心里想。虽然他从小就没有画画的天赋，但他还是决定勇敢报名。第一天上课，周杰买了很多专业的工具，画笔、颜料和画板。他感到非常兴奋，也有点紧张。教室在一个安静的公园旁边，窗外有绿色的树和美丽的花，阳光照进教室，环境非常舒服。班里的同学看起来都很厉害，有的人是设计师，有的人穿着很时髦，他们看起来都很自信。老师是一位长头发的艺术家，他的名字叫王老师，他的表情很严肃，说话的声音也不大。周杰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他害怕别人看到他的画，因为他连一条直线都画不直。王老师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水果说：“今天我们练习静物画，请大家仔细观察光和影子的关系。”大家都开始动笔了，教室里非常安静，只有画笔碰到画布的沙沙声，周杰却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桌子上有一个红苹果，周杰拿起红色的颜料，把苹果涂得红红的，就像真的一样。但是，他看了一眼旁边女同学的画，那个女同学把苹果的影子画成了深蓝色和紫色。周杰感到很困惑，影子不应该是黑色的吗？为什么要是蓝色的？他觉得很难理解这个道理。他看了看自己的画，红苹果配黑影子，看起来很死板，一点也不生动，他越来越着急。时间慢慢过去，老师开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检查学生们的作品，周杰的心跳加速了。我必须问清楚，周杰想，虽然这个问题可能很笨，但我不想一直不懂装懂。终于，王老师走到了前面，周杰深吸了一口气，像小学生一样举起了手。老师停下脚步，看着周杰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全班同学都转过头看着他。周杰的脸红了，他结结巴巴地问：“老师，苹果是红色的，为什么大家要用蓝色画影子？”话音刚落，教室里一片死寂。周杰觉得空气都凝固了，他后悔问了这个简单的问题。影子当然是黑色的啊，他心里想，我肯定被大家笑话了，我真不该来这里。突然，王老师笑了，不是嘲笑，而是一种温和的、鼓励的笑容。他走到了窗边。老师把窗帘拉上一部分，只留下一束光照在苹果上。这不是笨问题，老师大声说。事实上，王老师看着大家，这是今天最棒的问题。很多人画蓝色，是因为书上这么教，
却不懂为什么。旁边的那个女同学也放下了画笔，认真地听着，原来她也只是在模仿，并没有真正理解。老师拿起一个苹果，放在蓝色背景布前面。你们看，环境的颜色会影响物体的颜色。因为天空是蓝的，光线反射在阴影里，所以影子常常带有冷色调，也就是蓝色。周杰仔细地盯着那个苹果，这一次他眯起眼睛，不再只看红色，而是寻找别的颜色。真的很神奇，在苹果背光的地方，他真的看到了一点点蓝灰色，不再是纯粹的黑。我们要画的不是你要它是什么颜色，而是你眼睛真正看到的颜色。老师对周杰点头。周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原来，承认自己不懂是学习的第一步。其他同学也开始重新观察，大家开始讨论光线和颜色，气氛变得活跃起来。周杰拿起画笔，这次他不再犹豫，他在红色的颜料里加了一点蓝色和白色。他试着去表达那种复杂的感觉，虽然画的还是不够完美，但是色彩变得丰富了。休息的时候，旁边的女同学主动和周杰说话：“谢谢你刚才的问题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”周杰笑了，我以为大家会觉得我很笨。女同学摇摇头，敢提问的人才聪明。下课了，周杰看着自己的画，那个苹果虽然有点歪，但是看起来很有生命力。老师走过来，在周杰的画上签了一个名，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周杰。走出教室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城市的灯光亮了起来，街道变得五颜六色。周杰看着路灯下的影子，以前他只看到黑色，现在他看到了黄色、紫色和灰色。世界没有变，但是他看世界的眼睛变了，这比画出一张完美的画更重要。回到家，他把那幅画挂在了墙上，这是他不完美的开始，也是他快乐的开始。第二天上班，同事问他周末过得怎么样，周杰笑着说：“我犯了一个傻，但是很值得。”现在的周杰，在开会时也不再害怕提问，他知道，为了弄懂道理，丢脸并不可怕。那个笨问题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封闭的心，让他重新像孩子一样去探索世界。绘画班还在继续，周杰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他们一起画画，一起讨论生活的颜色。有时候，我们在生活中太害怕犯错，所以忘记了怎么去学习新东西。周杰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成熟不是假装什么都懂，而是永远保持学习的勇气。这是一个关于蓝色影子的故事，也是关于周杰找回自己的故事。